我将成为史上第一位戴假睫毛戴不成眼睛瞎掉的人，太吓人了！我真的那个时候有打911的冲动，这听上去像废话一样，不好用的你还留着干嘛？过年吗？好了，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上次呢，我分享了自己最近在断舍离的衣服、鞋子和包包，受到很多朋友的共鸣。那今天再接再厉，分享一些呢我最近断舍离的保养品和彩妆品等等啊。毕竟呢，我在 beauty 这个行业做 marketing 有超过16年的时间啊，在这方面呢还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希望大家喜欢啊，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啊。那我们就开始了。我相信有不少朋友都知道护肤品呢都是有效期的，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护肤品还有一个期限叫做开封后使用期限。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瓶修丽可，你看它的背面呢就写了一个 12M， 就是这里 12M 就是指12个 month 12个月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呢一旦开封之后要在12个月之内用掉是最安全，成分呢是最有效的。除了 12M 之外呢，我还找出一瓶眼霜，上面写的是 6M。 那除了 6M， 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像 18M 或者是 24M。 那这些呢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产品开封使用期限。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你的产品一旦开封之后啊，产品就会开始接触空气、细菌、手指还有刷子，尤其呢是像这种开口的 gel， 当你用它的时候都是用手进去拿产品的，对吧？就特别容易引发细菌。同时呢，当你一旦开始使用，有效成分呢也会慢慢衰减。所以开封之后呢，建议尽快用完。像这瓶呢，官方建议就是12个月，否则呢就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甚至会引发安全隐患。那么问题来了，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会有这个 M 的标志。你看我这瓶防晒霜上面就是没有任何的 M 标志的。因为吧，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法律法规要求不同啊，像美国的 FDA 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但是像欧洲品牌呢，规定就会比较严格一点。但是不重要，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基本上所有上脸的精华面霜都是12个月，如果是眼部产品会更短，就是6个月。如果你在这6个月或者12个月之内用不完呢，建议就赶紧把它给断舍离吧。那如果像洗面奶啊，或者是酒精含量比较高的爽肤水，时间呢就可以稍微长一点。我觉得18个月、24个月问题都不大。第二呢，就是不用那么严格啦，也不是说到了12个月零1天你用它就会烂脸，那也不用太过担心哦。不过你如果真的时间过长的话呢，还是多观察一下产品本身，如果它的味道变得跟以前不一样，或者产品颜色变深或者分层的话呢，这时候就建议不要使用了，赶紧断舍离吧。所以我自己对护肤品还是蛮专一的，我一般打开一个一定要把它用完才去开第二个，我很少会有同时开第二个护肤品的习惯啊。大家呢也不妨回去看看自己手上的护肤品啊，赶紧整理一下啊。已经开封的赶紧用完，如果开封时间太长还没有用掉的话呢，就赶紧把它给扔了。那如果实在记不住什么时候开封呢，我看到网上呢也有朋友他就会在瓶子上面贴一个贴纸，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封的，供大家参考了。那还是那句话，喜新厌旧没问题啊，你也可以囤一些产品，但是不要同时打开同时用啊。用完一瓶打开一瓶，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你用到的产品呢最安全，而且呢效果也是最好的。第二大类呢就是用上去不太顺手的产品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之前呢买过很多这种片状面膜，但是我都用不完，因为每一次用的时候这个感受都不是很好，很不顺手啊。因为我觉得脸好冷好冷啊，除非是3伏天，你知道吗？日常我用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设，哪怕冬天家里面是有暖气的，我还是觉得用起来很不顺手啊。我不知道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那直到有一天呢，我就突然领悟到，我用了那么不顺手的产品，我为什么要用它？这个原理不是跟我们穿衣服是一样的吗？这个衣服可能看上去很好看，但是我穿着就觉得紧啊、包啊，或者这个鞋子就是有点小，就是很不舒服，哪怕它再好看我也不想要。其实原理是相通的，不是吗？所以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把所有用起来不顺手的产品呢都给断舍离掉了。那我现在用的就是涂抹式面膜，就不会有这种哇脸上倒吸一口凉气那种感觉。那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看到这里会说，你怎么这么矫情呀？为什么我用片状面膜就没有这种感受？那我只能说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了，尊重自己的个体感受，以自己的感受为准就好了。我这里呢只是拿我自己用过的产品给大家做一个比喻而已啊。好的保养品实在太多了，不如挑自己用起来顺手的产品，没有必要跟自己较劲。
第3大类呢，就是不好用的产品，赶紧断舍离。这听上去像废话一样，不好用的你还留着干嘛？过年吗？那我跟大家讲，事情碰到自己头上，有的时候就是舍不得断舍离的。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瓶 Neutrogena 的 SPF 50防晒霜，我买的时候呢是顺手买的急用，但是呢我每一次用啊，就会发现它搓泥搓得好厉害，搓泥搓到我怀疑人生啊，感觉整个人都可以瘦3斤那种程度啊。但是呢，我就觉得不要扔吧，太浪费了。我有的时候会想，是不是我之前用的精华跟面霜不对，是不是换一个精华换一个面霜就没问题了呢？但是啊，事实证明，我无论换什么样的精华和面霜之后，只要用这个防晒霜都会搓泥。那我就在想，是不是过一段时间用就不一样了呢？比如说现在可能换季啊，皮肤不是很稳定，但是事实上我每隔1-2个月拿出来用一次，依然还是会搓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跟它杠上，反正这么不好用的产品，我还是没有舍得扔。不过呢，不好用的产品呢，就不要再折磨自己了。所以拍完这支影片呢，我会把这支防晒霜给扔掉的。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有些产品每次用都会爆痘啊，或者说用了脸会疼啊，容易过敏的产品呢，也不要留着过年了，赶紧断舍离掉。还有呢，像一些鸡肋型的产品，比如说你用了之后呢，也没有感觉好或者不好，就好像没用过一样，那这种产品呢，也没有必要留着了。趁着这一次过年大扫除，统统的把它清掉吧。第4大类呢，就是一些我学习了很久依然不太会用的工具类的产品。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这个用来卷头发的东西，我买了好多个。我当时买的时候呢，其实是长头发的时候发型师推荐我的，我当时就梦想用完它就可以拥有明星一般那种大波浪了，你知道吗？但事实是，无论我看多少次 YouTube 的教学影片啊，我都学不会。那后来呢，我头发剪短了，但是呢，这个卷发的工具我依然没有舍得扔。我觉得，哎呦，说不定哪天头发又长长呢，又可以用呢。但事实证明啊，已经放了1年了，根本没有用上，而且10几个，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等一下拍完这个片子呢，我也会把它给扔掉的。再比如说吧，假睫毛，我也买了一些。因为我每次看到其他的油管的博主，哇，他们拍片子的时候那个睫毛忽闪忽闪，好好看啊！那因为我是个大手残嘛，所以我研究了一圈就去买了这个最简单的这种分段式的太阳花假睫毛。但是我学了很久，就是学不会，每次至少我要花20分钟才能够贴上去，还贴得不太好，经常拍了一半假睫毛就掉下来。我之前呢还一直鼓励自己啊，小郑不要放弃，要加油，熟能生巧。直到有一次啊，我在拍片子之前用假睫毛，可能是因为来来回回拉扯太多次了，几根睫毛就掉到了我的眼睛里面啊！我天哪，顿时我的世界都崩塌了。我想，我将成为史上第1位戴假睫毛戴不成眼睛瞎掉的人，太吓人了！我真的那个时候有打911的冲动啊。那后来呢，我花了整整30分钟才把睫毛从眼睛里面捞出来。从此之后我就再没有戴过假睫毛。但是呢，这2盘我还一直在啊，还在梦想可能某一天我又突然学会了呢。但现在想想不太可能，算了吧，等一下也要把它断舍离掉。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郑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前一阵呢，我把那些永远都用不完的眼影盘和腮红呢，全部都扔掉了。其实呢，我就只有这2盘眼影盘和腮红啊，已经用了4年多，但是依然用不完啊。那次我就发狠心把它全部都给扔掉了。其实吧，粉状产品，比如说眼影啊、散粉、腮红盘这种啊，用的时间是可以比较长一点的，2-3年我觉得是没问题。但是像我这样用了4年多，其实有点 stretch 了。大家千万不要学我那么抠门啊！其实市场上吧，那些眼影盘啊、腮红盘，它就是故意做得很大，让你永远都用不完。我觉得除了美妆博主，应该没有人能够用完吧。如果大家像我这样啊，就是觉得浪费是很可耻的，那就可以去买小包装的。比如说我最近买的这个小包装的眼影盘，还有这个小包装的腮红，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呢就比较容易用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2年应该是可以用得完吧。大家千万不要学我用4年多，太久了。这里呢，我还要单独列出眼部的产品啊，因为眼部的皮肤呢，相对于脸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呢，会更加娇嫩、更敏感一点啊，而且很容易得什么
过敏啊、发炎这种问题啊，一旦发生就会很麻烦，所以大家对于眼部使用的产品要格外的小心。重灾区就是睫毛膏，一旦你开封之后呢，6个月，哪怕你没有用完，也要把它扔掉换新的。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呢，当你用睫毛膏的时候，你看你把它打开，把这个刷头给抽出来的时候，当你用在眼睛上，它就会把眼睛里面本来的一些细菌啊，还有眼部的分泌物带回到这个刷头，然后呢，你一旦把这个刷头插回到这个管子里面，你看你把它关起来，它本来里面就是湿润的，而且呢又是密封的，这简直就是一个细菌培养皿，好吗？所以呢，睫毛膏就要比像唇膏啊、粉底风险要大很多，6个月不能再多了，哪怕没有用完，也要把它扔掉。另外，大家在用睫毛膏的时候，我看到过很多女生就会把这个管子就来来回回的插进去啊。我这个是错误示范，就是这样，这是不对的。因为你每一次抽拉的时候呢，都会把空气给反反复复抽拉进这个管子，就更加容易滋生细菌啊，而且配方呢也很容易变干，睫毛膏的使用期限呢也会变短。所以下次大家用的时候不要再疯狂的抽拉，不好的。用完之后呢，一定要把它拧紧。还有一点啊，要注意，我知道女生之间呢有时候会 share 一些彩妆品啊。千万不要跟人家共用一支睫毛膏，因为你想想看，眼睛上面是有多少细菌，还有眼部的分泌物，非常容易交叉感染啊！千万不要借给别人你的睫毛膏。其次呢，就是像这种眼线笔啊，或者眼线液这种，因为它会贴着你的眼睛内眼线画的嘛，很容易画到眼睛里面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国际大品牌，千万不要因为贪新鲜或者贪便宜去买那些什么网红品牌，很容易出事情的。而我最近呢断舍离的一支眼线笔，不是这支啊，另外一支，是因为它的这个头呢稍微有一点点软。有一次我画眼线的时候，这个头呢就断掉了，直接断到我的眼睛里面。哇！我跟大家讲，眼睛真的很容易出事，你知道吗？除了假睫毛之外，就是这种眼线笔啊，当时也是把我吓坏了，我觉得我眼睛可能也要瞎掉的那种啊，所以我把这个断掉的眼线笔的部分好不容易从眼睛里面拿出来之后，那支眼线笔就被我直接扔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用质量比较好、口碑比较好的眼部产品，否则很容易出事情的。那之前提到我扔掉了眼影盘还有腮红，那同时断舍离的呢，还有用了4、5年的化妆刷。我以前其实也不舍得扔的嘛，我觉得好好的刷子刷毛也挺好的呀，为什么要把它扔掉？而且我定期清理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我有个朋友是专门做刷子的采购啊，他就很懂这方面嘛。他有一次知道之后就关照我一定要把它扔掉。我说为什么要扔呀？我都定期清洁啊。他说因为哪怕你再清洁都不可能做到100%干净的，日积月累4年多的时间，你的这个刷子上面一定全部都是细菌啊！你想想看，每天你都要接触到你的脸上啊，会产生多少问题啊？赶紧把它扔掉，而且刷子也不贵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全扔了。所以之后呢就采购了这一批，而且呢我会定期可能1、2年的时间就会换一批新的刷子。那同理呢，还有像这种美妆蛋也是一样的，也不要无限制的用下去可能用几个月，如果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话，差不多就得了，就可以买新的了，因为东西都不贵啦，没必要在这方面抠抠索索。那接着一部分呢，就是不太适合自己的一些彩妆产品重灾区呢就是唇膏。举个例子比如说呢，我有一支 MAC 的唇膏，这个呢是我一个小伙伴送给我的，据说是现在日韩最火的颜色。那我用了一下，感觉呢，如果是年轻妹妹用应该蛮好看的。那像我用吧，就感觉像得了心脏病一样。那这支呢，我还没有断舍离啦，准备拍完这条片子呢就断舍离了。再比如呢，我刚刚送了朋友一支我之前用的眉笔，因为我之前头发颜色呢比较深，所以我买的眉笔的颜色也比较深，但因为现在我头发颜色染浅了嘛，那这个眉笔对我来讲就颜色太深了，那也赶紧去送人吧，不要留着过年啊。那同理以前跟风买的那些腮红啊，或者是那些亮片一样的这种眼影啊，都不太适合现在自己的话呢，就赶紧把它给断舍离吧。那最后一大类呢，就是我刚刚处理掉的无数的小样，还有一些化妆包了。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些，我都会收藏起来，我想，我以后出差旅行的时候可以用。但是呢，事实证明这几年，第一，我旅行的频率其实并不是很高；第二呢，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鸡肋啦，尤其是那种片状的保养品
这量嘛又一点点，根本不好用，留着干嘛？第三呢，因为东西很多嘛，囤着囤着就过期了，你知道吗？就是给自己本来精简的生活又增加了不少烦恼。所以我这次呢，就趁着过年就赶紧都把它处理掉了。还有就是那些免费的化妆包啊，每次买东西也会送哦。这种万尼哇塞，我们上海人就是说不二不三的东西啊，有几个随便用用就可以了，没必要囤啊，干嘛囤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的好吗？好了，那一口气分享了一些我最近断舍离的保养品和彩妆用品，还有一些工具类等等哦，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